竟然出现了2个魔人布偶，真是太奇怪了。两人怒目而视，针锋相对。胖布偶率先打出一拳，不过根本打不到他，因为瘦子更加灵活，一脚被他踢飞，急速上前朝他拳打脚踢。撒旦都不知道该给谁加油助威了。两边都是魔人布偶。健身店里，比克和天敌看着发生的一切，有些不可思议。比克感受到分裂出来的家伙身上有股很邪恶的气息，他猜测布偶身上的邪恶都已经排出来了，不但邪恶排出来了，连力量大部分都被分出去了。果然，胖布偶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比克一脸紧张，他担心这样下去，事态将变得更加恶劣。回头看到2个小鬼不紧不慢，又是喝奶又是擦脸，气得他大怒：“你们当这是在玩过家家吗？”看到比克态度如此恶劣，两位妈妈不愿意了：“你以为你是哪根葱啊？悟空走了，你在这充大尾巴狼。平时我们这时候都在午休呢。”在两位妈妈强烈抱怨下，2人去吃大餐了。地球上2个布偶还在大战，打得天昏地暗，难舍难分。过招不行，那就对波。不过明显看出胖布偶很吃力，一下被打飞了。他不相信打不过，发出超能射线，要将它变成巧克力。不过瘦子又将它吹了回来，射线瞬间击中了它，变成了一块巧克力。瘦布偶随手捡起来放在嘴里嚼了，没想到吃完竟然有这么大的功效，就像吃了伟哥和印度神油一样，身体充满了力量。烟气消散之后，竟然变成了完全战斗的体型，肌肉发达，四肢强健，一股更加邪恶沉稳的表情，打了长长的哈欠，啥也不说了，老子站在这先睡一觉。5秒钟到了，又打了一个哈欠，顿时山崩地裂，地动山摇。2个小家伙不慌不忙，还在吃东西。两位妈妈直接钻到了桌子底下，这股强大能量都传到了界王神星球。不过四老头依然在看不可描述的画面，悟空忧心忡忡，不知道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而悟饭同样十分关心地球的安危，看着四老头没有一点正形，有点不耐烦了。布偶感受着他新的身体，那个为非作歹的仆人醒了过来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魔人布偶也不会变得如此邪恶，吓得他急忙爬到山顶，拿出枪朝布偶一顿扫射。但这种攻击简直就像挠痒痒一般。布偶对自己的强大一阵狂笑，他的身体变得和橡皮泥一样。既然你坏，就让你尝尝什么是粗野拉面。直接钻进了他的嘴里，瞬间将他胀爆了，力量之强大，简直恐怖至极。看到撒旦瞠目结舌，他破碎的身体再次恢复成人形。不幸的是，他转身发现了撒旦，那岂能让他存活？身体急速旋转，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的身体竟然不听使唤。看到跪倒的撒旦，竟然做不出攻击的动作，撒旦都奇怪了，怎么半天没有动静啊？难道他是怕了我了？正当他得意呢，顿时杀了。布偶就在他头顶上方，吓得他冷汗直流，整个身体都在颤抖。还好胖布偶的意识还存在，他转身离去了。撒旦一屁股瘫软在地上，布偶以极快的速度在飞驰，现在他完全为所欲为。而比克他们现在没有任何侥幸的念头，只能依靠于2个小孩子了。布偶穿越崇山峻岭，竟然是奔着卡琳娜而来，他急速朝天空上方飞去，知道了他的目的。比克他们惊慌失措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进行躲避，布偶已经到了，所有人都慌了，没想到他的速度这么快。而2小只还在睡大觉，布偶一脸邪恶，因为整个地球只有这里的气息最强大，但这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而悟饭还远在界王神星球修炼，2小只的修炼之术到底如何了呢？比克他们能力挽狂澜，阻挡魔人布偶的杀戮吗？